你知道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有哪些吗？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，各物种之间形成了现在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。当一个外来物种引入后，有可能打破平衡，改变或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，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。截至到2020年6月5号，中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，其中71种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。而在我国常见的几个外来物种则被大家熟知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葫芦，学名叫凤眼兰，原产巴西，生于河水、池塘、沼泽、水田或小溪流中，因它多浮于水面生长，又叫水茯苓。我国引进水葫芦原本是为了美化环境、净化水质的作用，没想到最后泛滥成灾。水葫芦对其生活的水面采取了野蛮的封锁策略，挡住阳光，导致水下植物得不到足够光照而死亡，破坏水下生物的食物链，导致水生动物死亡。同时，任何大小船只也别想在水葫芦的领地里来去自由，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，被列入世界100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。巴西龟也叫红耳龟、红耳彩龟。巴西龟的原产地并非巴西，而是北美密西西比河及中美洲，它被不少家庭当做宠物养殖，但仍有餐厅把它作为烹饪料理。如今它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物种之一，成为全球通缉犯。巴西龟繁殖力强，存活率高，它和本土龟的联姻导致了本土淡水龟类的基因污染，严重影响了本土龟的生存环境。不仅如此，它们还是沙门氏杆菌传播的罪魁祸首。近些年来，由于宠物弃养、宗教放生以及养殖逃逸等因素，导致巴西龟在中国野外普遍存在，并呈迅速蔓延之势。目前中国法律已经禁止进口巴西龟，但尴尬的是，目前国内并没有法律法规限制巴西龟的销售，因此真正要从市场上让巴西龟消失很难。非洲大蜗牛属热带亚热带物种，该种雌雄同体，一体交配，繁殖能力强。一只蜗牛一次可以产下30到700粒卵，一年一般可繁殖3到4次，卵在适宜条件下会10天半个月孵出幼螺，寿命一般为5至6年，最长可达9年。有些地方将非洲大蜗牛作为烹饪美食，虽然能吃，但要处理得当。非洲大蜗牛其粘液中很可能含寄生虫、细菌，会造成脑膜炎、管源线虫等疾病。1978年12月，吉尼斯认证的最大的陆地蜗牛是非洲巨型蜗牛，完全伸展时，从鼻子到尾巴的长度为39.3厘米，壳长为27.3厘米。重量恰好为900克。罗非鱼原产于非洲，和鲈鱼相似，其肉质鲜美、少刺，蛋白质含量高，富含人体所需的8种必需氨基酸，被誉为未来动物性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之一。通常生活于淡水中，也能生活于不同盐分含量的咸水中，可以存活于在湖、河、池塘的浅水中。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，在南方水域里已经是泛滥成灾。只要你去钓鱼，不管用什么饵料，它们都喜欢吃，而且还一来一大群，只要它们的存在，其他鱼类基本不敢跟它们抢食，对本地鱼类威胁很大，已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。美国水蛙因其叫声洪亮、酷似牛而得名，故名牛蛙，为北美最大的蛙类。1959年引入我国，牛蛙适应性强、食性广，天敌较少，寿命长，繁殖能力强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，易于入侵和扩散。成年牛蛙会捕食其他蛙类，蝌蚪也会捕食其他原生蛙类的蝌蚪。牛蛙的入侵会造成本地两栖类面临减少和灭绝的危险，甚至已经影响到生物多样性。不过，牛蛙其肉质细嫩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被大众追宠，是我国重要的水产养殖品种。小龙虾也称克氏原螯虾、红螯虾和淡水小龙虾，这个就不多介绍了。因肉味鲜美，广受人们欢迎。因其杂食性，生长速度快，适应能力强，在本土生态环境中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。其摄食范围包括水草、藻类、水生昆虫、动物尸体等，食物匮缺时易自相残杀。小龙虾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经济养殖品种，在商业养殖过程中应严防逃逸，尤其是严防逃入人迹罕至的原生态水体。
福寿螺原产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，20世纪70、80年代引入台湾、日本、广东等地，最初价值很高，颇受欢迎，但其口感不佳，缺乏本地田螺的香脆，致使销路大减，人们被迫弃养。福寿螺因此成为河道、水沟、池塘的野生生物。由于福寿螺食性杂，繁殖力强，发育速度快，很快便成为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浙江等南方大片地区的有害动物。福寿螺经常啃食水生植物叶片和茎干，严重影响植物生长。水稻受害猪率一般为7%至15%，最高达64%。福寿螺大量危害水稻、莲、茭白、芋头、荸荠等水生生物，是世界性最严重的100种入侵生物之一。国家环保总局将福寿螺列为重大危险性农业外来入侵生物之一。另外，福寿螺还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的中间宿主，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。清道夫又叫下口年，原产于南美洲，它们全身灰黑色，有黑白相间的条纹，口部位于下位，因为其具有观赏性和净化水质的作用，被引进到我国。但是由于其食性杂，野外生存能力极强，被放生到野外以后就迅速繁殖。它们主要以水底的藻类和有机碎屑为食，爱吃其他鱼类的卵，所以又有鱼卵杀手的称号。在南方某些地方已泛滥成灾，导致整条河流本地原生鱼类灭绝殆尽。红火蚁，它是农业害虫，源自南美洲。它在1930年传入美国，透过货柜箱及草皮从美国蔓延至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，然后又透过家居垃圾从中国台湾再传入广东吴川，继而蔓延至省内其他城市。这玩意儿看似不起眼，但是破坏力非常强。跟白蚁不同，红火蚁不筑木头，而是在土里筑巢。一旦有外来者入侵他们的领地，就会数以万计的群起攻之。每年被它叮死的人不在少数。自然界中的物种总是在不断迁移、不断扩散的动态中，而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物种的扩散。外来入侵物种不仅中国易受外来物种入侵，国外也是这样。像亚洲鲤鱼、疯狂的葛根、缅甸蟒蛇、东灰松鼠等等，外来生物在严重破坏本地生态系统的同时，还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。如此严峻的形势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，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外来物种的入侵，而积极的国际合作才是更有效的解除外来物种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。但愿地球越来越美好，同时呼吁大家禁食野生动物。说到最后，博士抛给大家一个问题：黑鱼是外来入侵物种吗？